Deroly 创办于2014年，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罗里运输服务科技平台。无论是搬家、再送货物等等，只需几分钟的时间，通过Deroly应用程序或网站进行预订，罗里司机就会在期限内完成任务。顾客还可以透过应用程序跟进运输的状态，而且一切的收费都会事先知道，不会有额外收费的问题。目前在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都会使用到Deroly的运输服务，每天平均都有4位数的订单。至今已经有130名员工和3万辆罗里和货车加入。只要订单一发布，几乎都会马上被有兴趣的司机接收。欢迎来到钉钉，钉钉这个频道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一些知识，让大家在紧张压力的生活中带点轻松的气氛，同时又能提高学习，所以记得按下订阅哦。Deroly是大马第一家通过科技提供罗里运输服务的平台，不但可以让私人罗里业者有机会接到更多的工作，还可以赚取额外的收入，而且工作时间也非常的自由。而背后的创办人是2位非常年轻的创业者，今年33岁的吴志豪和马来同胞纳迪尔。吴志豪和纳迪尔在创业之前，曾经一起在同一家航空公司的物流部门上班，感情非常的要好。但是之后他们都离开了公司，各自发展。纳迪尔曾经设立公司开发社交媒体应用程序，但是失败了，日子过得非常的糟糕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和吴志豪相约一起喝下午茶，才发现彼此对物流业有着同样的想法，又重新点燃了纳迪尔想要创业的梦想。他们觉得当时的传统运输服务非常耗时，而且效率不高。同时，他们也发现世界各地都已经开始走向电子化的趋势，觉得科技可以解决当时运输服务所面对的问题，想要创造出只需要按简单的几个键就能在网上预订罗里服务的平台。所以他们抓准商机，看重电子化的方便，下定决心自己创业，开创运输平台。但是如果要将想法放到航空运输，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脉，所以他们决定先从陆地运输开始。刚开始，吴志豪和纳迪尔只用了2万令吉成立公司，6000令吉请人编写手机程序，然后终于在2014年9月创办了Deroly。当然，你有哪一个创业是非常容易的？吴志豪和纳迪尔在创办Deroly的过程也非常的不容易。当他们需要开始招募罗里业者加入团队时，也面对了不少的质疑声。当时他们从网站和街上的招牌找到罗里业者的联络号码，然后非常努力的一个一个打电话向罗里业者介绍这一个新鲜的计划，邀请他们加入。他们一共打了50通电话，但是最后只有2位罗里业者认同他们的概念，愿意加入他们尝试。所以刚开始他们只有2位罗里业者。除了受到罗里业者的质疑，顾客对他们所创立的平台也缺乏信心，担心是否真的有罗里司机可以提供服务。刚起步的时候，参与的司机不多，所以他们所提供的服务范围只能在巴生谷。他们甚至面对了不够钱发薪水的危机，一天打几十通电话和发电邮，希望有人愿意投资。幸运的是，当时候他们接受了本地一家马来媒体访问，通过报道，慢慢的越来越多人开始接受，开始认同这个概念，愿意尝试使用这一个平台，也有更多的罗里司机主动找上他们，是吴志豪和纳迪尔创业的转折点，生意也越来越好，慢慢扩展到新山、槟城，甚至是大马半岛。团队也从一开始的2个人增长到10人、30人，到目前的130名员工。在科技时代，无论是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开始善用科技，而Deroly不是罗里运输公司，而是利用了科技的风潮，提供顾客和运输罗里司机透明而且简单方便的平台。当平台接收到运输订单的时候，就会发布给罗里业者，有兴趣的罗里司机就可以接下订单。虽然加入的司机都是私人罗里业者，不是由公司直接聘请，但是公司也会提供培训，再通过顾客的回馈和评分来审核司机的表现。一旦司机的平均分数无法达到要求，公司将会重新提供培训，确保提供最专业的运输服务。而且使用时还可以追踪运输状态，预订之前还可以输入取货和送货的地点，在预订时就已经可以知道不同大小罗里的运输费，不但可以避免司机多收费，也可以预防沟通错误的冲突。平台还会提供参考指南，让顾客可以估计重量，选择适合的运输工具。对吴志豪和纳迪尔来说，商品是否能成功，最关键的是创业伙伴。马来同胞纳迪尔还表示，吴志豪和自己的个性完全不同，一个内向，一个外向，一个凭直觉，而另一个以数据和理据来做事。但是他们之间从来并不存在种族的问题，彼此都是最佳搭档，因为他们都有着一样的兴趣和热忱。
吴志豪负责开拓商机，纳迪尔负责加强所开发的软件，大家都有各自的强项，一起为创业打拼。对他们来说，伙伴之间的沟通非常的重要，要学习互相谅解和听取各自的意见，这和种族一点关系也没有。纳迪尔也曾经说过，有一部分的社会人士对罗里斯基存在着刻板印象，他们会觉得罗里斯基都是不礼貌，会随便砍价，或者是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才从事这一个行业。而这样的刻板印象不只是存在于马来西亚，甚至还有其他的亚洲国家，所以的罗里一直都希望可以改变刻板印象，通过营销灌输社会罗里业者对社会的贡献，同时也提供培训，提升罗里业者的素质。纳迪尔表示，当他每一天工作时想起他们所创立的平台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时，就是他最大的动力。其实吴志豪和纳迪尔一开始都和大部分的打工族，甚至是在看这影片的你一样到公司上班，但是他们除了打工拿薪水，从不让自己只安于现状，而是让自己投入所在的行业，不断的学习，找出问题和发展空间。就像当时他们觉得顾客已经习惯用非网络的方式寻找运输服务，比如打电话给朋友或者到处寻找罗里司机，不方便而且非常的耗时。但是他们在看到了问题之后，决定跳出框框，不只是停留在问题，而是将问题转化成可以发展的空间，再和当时的趋势连接在一起，打造出大马最大的罗里运输平台。希望吴志豪和纳迪尔的创业故事可以让你得到一些启发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分享，并且得到一些支持。记得按赞、关注与分享，别忘了打开小铃铛。